奖泪洒舞台，他不是靠脸红，而是靠脑子。连黑粉都被圈粉了，实至名归。在光鲜亮丽的娱乐圈，真正令人动容的，往往不是星光，而是那些用汗水和坚持浇灌梦想的故事。今天我们要讲述的，就是一个从被质疑到被尊敬的名字——徐凯。命运的铺垫，从平凡少年到聚光焦点。在这个充满竞争、更新速度堪比风的娱乐圈，有人一夜爆红，有人昙花一现。而徐凯的走红，却像是一部慢热的佳作，有伏笔，有转折，有情感的沉淀。他的故事不急不躁，反倒越品越有味道。在年度优质创意之星颁奖典礼上，徐凯站上舞台，眼中含泪。那一刻，观众突然明白了什么叫台上10分钟，台下10年功。曾被误解的少年，不说话不代表他没有声音。初出茅庐的徐凯，并没有受到舆论的欢迎，外貌太出众，反倒成了阻碍他前行的原罪。只有脸，空有其表，演技尴尬，一时间质疑声铺天盖地。可他没有开口反驳一句，因为他知道真正的回答不是在键盘前敲出来的，而是在舞台上演出来的。厚积薄发，延禧攻略不是终点，而是起点。延禧攻略中，他饰演的富察傅恒温润如玉，深情又克制，一举打破流量标签的束缚。从那一刻起，观众开始重新定义徐凯，他不再只是帅哥演员，而是能让人共情、让人落泪的表演者。他用一部剧证明了自己的实力，也敲开了更多剧本的大门。演而优则创，脑子比脸更抢戏。徐凯不是那种等着导演安排角色的木偶，他是那种会主动参与创意讨论，甚至修改剧本的合作者。在最近的几部作品中，他提出的角色动线修改被导演采纳。他在综艺节目中自己设计游戏桥段，在拍摄现场提出机位建议。他的创意早已超出演员范畴。他用行动告诉所有人，真正的魅力不是脸能决定的，而是脑子决定的。幕后的徐凯，每一次完美镜头背后都是淌汗与忍痛。你看到的是他在镜头前英姿飒爽，你没看到的是他在排练厅里摔倒再爬起，对着镜子反复琢磨一个眼神的样子。有一场打戏，因为摔伤了肩膀，医生建议休息1周，但他只休息了1天就回到拍摄现场。他说，观众不会为你的伤买单，演得不好，所有努力都白费。这就是他的职业精神。生活才是最大的剧本，他的灵感就藏在街头巷尾。徐凯的创意并不来自天马行空，而是来自生活的点滴。他爱旅行，爱观察，爱和陌生人聊天。他曾在机场看一对母子分别，记录下那一刻的眼神。几个月后，他在一场父子重逢的戏中用上了那种情绪，导演当场说，你眼里有故事。他始终坚信，努力不会背叛你，态度决定你走多远。徐凯的逆袭不是靠运气砸中，也不是一朝爆红的奇迹，而是一次次看不见的努力和始终如一的认真。他从不在意别人的标签，而是在每一个角色中寻找突破口。他会为了一个情绪的精准拿捏，在深夜一遍又一遍看前辈的演技分析视频。他会为了一场走心的哭戏，花几天时间与导演深度沟通，只为情感流露更自然真实。他的态度不是说出来的，而是藏在每一个看似不起眼的瞬间里。徐凯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真正改变命运的，从来不是天赋异禀，而是那份即使无人看见，也依然咬牙坚持的执着。他让我们相信，不是所有星光都来自舞台灯，也有些来自一个人日复一日的努力发光。从偶像到榜样，他是许多年轻人的光。徐凯的成功不只是一次艺人的成长，更是一种象征，它代表着不是天之骄子也能翻盘的希望。这个时代，流量至上，曝光决定一切，不少年轻人在追梦途中迷失方向，被现实磨得心灰意冷。但徐凯的经历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光不一定耀眼夺目，而是可以穿透黑暗的温柔坚定。他并没有富二代的资源背景，也没有开挂式的起点，他有的只是一次又一次的我可以再试试。他在最低谷时沉默忍耐，不急于澄清，不试图讨好，只是埋头演戏。那份不动声色的韧性，恰好是当下很多年轻人最缺乏的。
而他如今的成就，正是对靠自己走出来的人最有力的证明。不是每个人都天赋异禀，不是每条路都通向巅峰，但每一次努力都在慢慢发光。他曾说过，我不怕慢，就怕停。这句话击中了无数年轻人心里的软肋。当你对现实无力时，也许不需要立刻成功，只要不放弃继续走，就已经赢了很多人。所以今天的徐凯已经不只是偶像，他成了那个在你深夜想放弃时，脑海中浮现的一句鼓励，一个榜样，一束光。泪洒领奖台，他说的不是感谢，而是一种信念。当徐凯在年度优质创意之星的领奖台上哽咽落泪，整个会场陷入一种安静而庄严的氛围。那不是一场表演，不是煽情的剧本，而是一个人真实的情绪爆发，是数年坚持与忍耐的情感结晶。他在台上说，感谢每一位相信我，给我机会的人。创意改变命运，努力中有回响。看似简短的一句话，却包含了太多无法言说的苦与甜。徐凯知道，那些曾被忽视、被否定，甚至被嘲笑的时光，如今终于有了回应。他的眼泪不是脆弱，而是一种释放，一种自我对话，对那个曾经迷茫却始终不退缩的自己说一声你很棒。很多人都看到他领奖的风光时刻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曾一个人默默练习表情，推翻重来几十遍的剧本细节，被否定后依然微笑地说我再试一次。他的眼泪是为所有在黑暗中坚持过的人而流，是为那些没背景、没捷径，只有执念的人而流。他用这份真实的情绪打动了台下每一位观众，也打破了男明星不能哭的刻板印象。他证明了脆弱并不丢人，真诚才最有力量。那一刻，他不是明星，而是一个靠信念走到今天的奋斗者。也正是这种坦诚和不伪装，让许多曾经对他不屑一顾的黑粉都默默圈粉了。因为谁不希望自己的坚持也终有一天被看见呢？他的黄金时代刚刚开始。别以为这只是一个奖项的终点，其实它是一个全新起点。徐凯还有更多的角色等他去演绎，还有更多的故事等他去讲述。他不只是一个人，他代表着一类靠作品说话的演员。他不是一颗流星，而是将成为一颗北极星，持续发光，指引方向。感谢观看。如果你也被徐凯的故事打动，别吝啬你的点赞与评论。欢迎留言，你最喜欢徐凯的哪个角色？你怎么看待他这次的获奖时刻？我们会精选优质评论在下期视频中展示哦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第一时间掌握更多人物故事与娱乐内幕。我们是你眼中的新角度，带你看到不一样的娱乐世界。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。再会。